后最大的梦想很简单，瘦下来，赚大钱，然后养一院子美男。至于现在这个丑相公，先凑合用着吧，谁让他听话呢？古代盐贵的离谱，本想上山找个盐湖，结果这水怎么一个比一个淡？快看，有飞碟！我本想借着河找颜缘，没想到这男人真不会游泳，真麻烦。咸的，发财了，盐湖找到了。等等，这斑怎么像贴上去的？我，现代美食集团最年轻的执行总裁，而这一切还要从3天前我一睁眼变成300斤胖新娘说起。娘子，娘子，醒了，醒了就别装死，真是晦气！这么个笨重的扫把星也配进我顾家的门？先说好，我们家穷，养不起你这种吃一锅饭都不够塞牙缝的夯货。娘，别说了，你这不知好歹的胖女人，你这什么反应？嫁给我家儿子委屈你了？要是真病了也就算了，刚进门就干呕，别是不知检点惹了什么野男人的麻烦，想让我儿子当冤大头？娘，您胡说什么？知婉现在是我娘子，怎么了，娘子？胃里不舒服吗？你且忍忍，我这就去请郎中。被绿茶表妹算计，嫁给了一个毁容瘸腿的乡野村夫，开什么国际玩笑？儿子，外面下着大雨，你腿脚不方便，别去了。他一身的肥肉底子厚实着呢，死不了。你这丧门星，要是我儿子冒雨出去摔出个好歹，我跟你没完！原主这五官底子不差，只要瘦下来，绝对是个大美人。当务之急是制定减肥计划，夺回身体主导权。后娘，你在写什么呀？这男人不仅丑，还带个拖油瓶。不过这小豆丁长得倒是眉清目秀，难道是基因突变？净写些没用的鬼画符，浪费我儿子的笔墨。你以为纸不要钱吗？你看什么看？这是我家的东西，我有权处理。你既然嫁进门就是我顾家的儿媳妇，怎么你还想打我不成？我承认嫁给你儿子了。老太太，这方旧砚台，如果我没看错，端溪老坑的料子，这个应该不便宜吧？住手！快放下！这砚台把你卖了都赔不起。今天你必须把我的东西原封不动的给我捡回来，否则我就听个响。别摔！好，我捡。你给我等着！雨太大了，大夫不肯来，但他听了症状，开了一副养胃的方子。你先去床上歇着，我去煎药。去换身干净衣服吧，别着凉了。好嘞，娘子，我这就去。你想减肥？那字明明已经化成墨团了，你怎么知道写的什么？我娘脾气冲，今日之事，我代她向你赔个不是。你这计划虽有些新奇，但似乎有些伤身。你可以按照我这套来，算是我赔你的。这字没有10几年名家教导的功底，绝对写不出来。这个瘸腿的丑男人到底是什么人？之婉啊，这事儿是姑姑对不住你，但事已至此，你表妹跟县令公子的婚事已经定下，县令那边不好交代，只好委屈你了。委屈我？姑姑这算盘打的是想用一句委屈就让我息事宁人？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你是姑姑看着长大的，我何曾苛待过你？如今你跟顾晨征木已成舟，哪里还有资格嫁入县令家？听姑姑一句劝，好好跟晨征过日子。从小到大，哪次不是我被逼着让给他？你们叶家靠着吸我父母留下的遗产才有今天的风光，怎么现在倒施舍起我来了，成了我的大恩人？怎么回事？这死丫头以前不是3棒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吗？今天怎么跟换了个人一样？这眼神看得我直发怵。之婉，你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从小我就够了。
过去的事我不想听，我只说一句，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你必须原封不动的吐出来，否则你女儿休想安生做她的少奶奶。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宋之婉，你敢！哎呦，我的宝贝孙子，你这是怎么了？好你个心如蛇蝎的毒妇，居然拿坏东西来害我孙子！就算这不是你亲外孙，你也不至于下这种毒手。穿的人模狗样的，心肝居然这么黑！我没有，不是我。面部发赤，呼吸困难，手里还攥着食物，这是典型的异物卡喉并发食物中毒症状。他早上吃过什么？后娘就是后娘，豆丁都快没命了，你还在这惦记吃的？翠娥，别吵了，赶紧把豆丁抱去镇上医馆找大夫啊！对，看大夫！不行，镇上太远，以他现在的窒息程度，在半路上人就没了。你这狠心的胖女人，你还想拦着我救人？给我滚开！得罪了。还愣着干什么？不想被我扭送衙门吃牢饭，还不快让你的人去镇上请大夫！快去请大夫！你把豆丁还给我！人我已经救回来了，你现在乱动，要是耽误了后续治疗，后果自负。万幸啊，幸亏这位娘子施救手法利落，及时将堵塞物和吃坏的东西弄了出来，否则以这孩子虚弱的底子，怕是连一炷香的时间都撑不过去。大夫，您是说，是这胖丫头救了豆丁的命？今天多亏了有你，这是我今天起早贪黑卖炊饼换来的钱，都给你。你真的要把家底都交给我？当然是假的，陈征也就是跟你客气客气，开个玩笑。这个家的开销从来都是老娘我亲自操办的，把钱交给你这个好吃懒做的胖丫头，你是想让我们顾家老小全去喝西北风吗？娘，买面的钱我已经留出来了，之晚既然过了门，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理应由她来管钱。她管钱？陈征，你疯了不成？她那个毒妇姑姑差点害死了豆丁，这事儿绝不能就这么算了！你休想偏袒她，我看不如直接把她扭送去衙门。娘，刚才若不是之晚出手相救，豆丁就危险了。现在孩子平安无事，既然都是一家人，何必非要撕破脸？谁跟他是一家人？那糕点可是有毒的！喂，你这疯丫头不怕死啊？我姑姑那点胆量还不敢下毒，豆丁早上定是吃了什么相克的食物，才会导致如此，少大惊小怪。真是个不要命的疯丫头！娘子，娘，你怎么弄成这副德行跑来了？娇娇，女儿啊，你一定要救救娘！宋之婉那个胖丫头疯了，她说要是不把她娘留下的嫁妆原封不动的还回去，就要抓我去衙门坐牢啊！什么？把嫁妆还给她？那我在这县令家以后还怎么过日子？我在朱府能有今天这少奶奶地位，全仰仗那份丰厚的嫁妆撑场面。你让我还回去，是想逼死我吗？可是娇娇，娘从小最疼你了，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娘去吃牢饭受苦吧？母亲，我既已成亲，便是朱府的太太，叶家再出什么烂摊子，都不必来沾边。你既然自己犯了错，就该自己承担后果。关门，以后没我的吩咐，不许放闲杂人等过来。
又苦又涩，杂质这么多，居然全是粗盐。老伯，这市面上的精盐怎么卖？精盐可是金贵物，50文钱才1两，咱们寻常百姓哪吃得起那好东西？制盐工艺如此落后，盐价又这么高。如果我用现代化学知识提纯精盐拿来售卖，这绝对是一条垄断暴利的致富之路。娘子，这么大的雨，赶紧回去吧，别染了风寒。你这丧门星，自己淋雨就算了，又害我儿子跟你一起遭罪。刚才那一瞬间，他跑得比常人还快，腿脚利落得很。他根本就不缺。这个男人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娘子，你醒了，来，先喝点热姜汤驱寒，再吃些烧饼垫垫肚子。昨天怎么突然跑了？昨日大雨引得旧疾突发，形容有些狼狈。我怕娘子看了不适，才会那般避开，下次不会了。装，接着装。寡淡无味。现在具体的盐价是多少？50文钱1两，盐在这个世道实在太珍贵了。但你放心，我以后拼了命，也肯定让你天天吃上有盐味的饭菜。这后山上有没有湖泊？这计划居然比我设想的还要合理，完全贴合我现在的身体各项指标，分毫不差。这男人绝对不简单，绝不是什么普通的乡野村夫。你到底是什么目的？娘子，我能有什么坏心思？还不都是为了你好。你看，刚才给你熬药的时候，都不小心烫伤了。常年风吹日晒卖炊饼的人，怎么可能有这么白皙细嫩的手腕？破绽百出。娘子，时候不早了，我们还是早些安歇吧。你昏迷了3天，身子骨应该已经恢复好了吧？靠！这家伙居然想跟我同床，想都别想！给我出去！休想碰我一根手指头！这个好吃懒做的泼妇，这可是我们顾家，你居然敢把我儿子赶出来！要走也是你走，我们顾家不欢迎你这尊大佛！好了，娘，来日方长，说话别那么难听。志婉刚恢复，随他去吧。得赶紧腾出一块地，专门做室内减脂训练。这屋子里除了那个端西老坑的旧砚台，全是破烂，怪不得白天能把王翠娥吓成那样。这具臃肿庞大的身体简直是个巨型工程，但我宋之婉绝对不允许自己是个连外貌都管理不好的废物。你干什么？这都日上3竿了，你还不起？真以为自己嫁过来是当少奶奶的？日上3竿，这天光顶多也就是早上8、9点。我昨晚练到半满打满算也就睡了4个小时。这死老太婆为了恶心我，连自己家借来的被子都不要了。哼！一会儿隔壁阿花他们要来串门，你给我机灵点，赶紧把院子打扫干净，我可不想被全村人戳脊梁骨，说我家门不幸。
你是想让我换上这个？死胖子，愣着干什么？非等着阿花婶子来看笑话吗？谢谢豆丁，不过这些衣服太小了，阿姨穿不上，你快拿回去藏好，不然奶奶看到这好料子该生气了。哼！哟，你就是顾家新娶的那个胖媳妇儿吧？这身量可真够宽的，一看平时在娘家就没少胡吃海塞。身量宽？你当我是饭桶吗？听说是镇上大户人家来的呢，你看人家这细皮嫩肉的，哪里是我们这些乡野村妇比得上的？陈征啊，怕是花钱娶了个活祖宗回来供着。哎呀，两位嫂子说笑了，哪里就那么娇气了？嫁汉穿衣吃饭，跟咱们村里的丫头一个样。你们看，这不拿着扫把，正要给我打扫院子呢吗？想拿我当苦力在外面挣面子，你做梦！谁弄乱的院子，谁自己扫。吃完。王翠娥，我好心好意把我这宝贝侄女嫁给你们顾家，你们就是这样把她当丫鬟使唤的？呸！什么好心？你分明是怕你自己亲生女儿叶娇娇嫁过来，跟着我家陈征受苦，才李代桃僵，把这胖丫头塞过来的。原本我们家定下的就是你女儿，是你自己自私自利。啊！老娘还没找你算账呢，你倒有脸先找上门来了！哼！知婉啊，你别听这个疯婆子乱说，是娇娇不懂事，我今天是特地来向你道歉的。你看，姑姑特意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糕点。天哪，那是镇上飘香楼的点心吧？听说贵得要死，有钱都很难排队买到的，现在居然论篮子送，可见叶家对这侄女多有诚意。可不是嘛，翠娥啊，看来你这新媳妇儿家底厚实的很呐，你以后可真是有大福气啦。那是自然，也不看看我儿子陈征是什么人中龙凤。当年叶家不过是个饭都吃不起的破落户，全靠霸占我父母留给我的巨额财产，才有了今天在镇上的风光。如今想用几篮子廉价的破点心就把我打发了，姑姑，好戏才刚刚开始。带上水桶，跟我上山。好。干什么去？这大白天的，今天的炊饼不卖了，一家老小等着喝西北风啊！那几个破炊饼能值几个铜板？顾晨征，你信不信我？信。虽然不信这世上有人会毫无保留地相信一个刚过门的陌生胖丫头，但她这态度，姑奶奶我倒挺受用。走，上山。哎，陈征，你个败家玩意儿，你给我回来！别跟着他发疯！蛋的，又是蛋的，难道我看走眼了？娘子，你到底在找什么？这男人脾气真有这么好？我嫌弃他丑，他居然一点都不嫌弃我胖，难道因为自己长得磕碜就破罐子破摔了？快看那边，有飞碟！飞？什么？娘子，我不会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不会游泳？少装算了。
死老娘了！这家伙看着精瘦，骨头里怎么全是铁疙瘩，重的要死。还好活的。咸的，真的是盐湖，太好了！老娘的发家致富美梦要实现了。等我靠提纯食盐成了大周首富，我非得雇上一整个院子的俊俏男模，天天看着下饭。这狗男人要是没有半张脸的黑斑和那颗大黑痣，这骨香这睫毛，妥妥的极品帅哥啊！喂，你那黑斑边缘怎么翻脸起皱了？泡了水还会浮起来？娘子观察的真仔细，我这斑是后天生病生出来的，大夫说伤了底子，只要泡水太久，皮肉边缘就会发白起皱，看着确实有些吓人。生病导致的，那岂不是能治？算了，治好了大斑，还有这满脸的码子和黑痣。唉，工程量太大，等我发了财，看在他听话的份上，多给他点养老费就是了。他竟然真的只觉得我丑，眼底却没有半分恐惧和恶毒的侮辱。他到底是什么人？娘子，你在想什么？没什么，你快去尝尝那湖水。好咸，这湖水……你们这边的盐太粗糙了，杂质多还贵。我手里有一套绝密的提纯细盐的方法，只要把这湖水炼成精盐，不仅口感绝佳，到时候你的烧饼都能卖出天价。对了，我还没问，不知道你们这儿允不允许平民自己吸盐去卖？你们这……糟糕，一得意忘形，把现代人的口皮带出来了。这狗男人怎么心思这么缜密？啊？对啊，不然呢？这后山不就在你家附近吗？我不说你们这儿，难道说京城啊？娘子忘了，你已经嫁入顾家，理应称呼为咱们这儿。娘子放心，根据大周律令，朝廷并未限制平民制盐，只是寻常百姓根本不懂制盐之法罢了。大周？哪个大周？历史上对不上号啊！不管了，只要不是官府垄断，老娘就要大干一场。那咱们这市面上的盐都是哪儿来的？娘子的姑姑究竟是怎么养大她的？怎么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自然是沿海地区产盐，经过马帮或商队跋山涉水运到各地，再由商贩售卖，因此价格极其昂贵。去！原来如此，这水底有点凉啊，我们赶紧回去吧。是为夫疏忽了，娘子当心风寒，我们快走。你个惹祸星、丧门星，你才进门几天，整天不做家务也就算了，每次都害得我宝贝儿子全身湿透。你是不是诚心想克死我们顾家？你反了天了！本来还想着这便宜老公要是治好了脸，勉强凑合过日子，现在看看外面那个极品泼妇，哼，让我跟古代女人一样受婆婆的气，伏低做小，做她的春秋大梦。等老娘搞出精盐赚了第一桶金，第一件事就是休夫走人。反了，真是反了天了！今天老娘非要把你这层厚皮扒下来！陈征啊，儿呀，你别管那疯丫头了，赶紧回屋换衣服去，这湿衣服穿久了要落下病根的。
这个女人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这面具的材质还是太差，遇水就松动，看来得尽快想办法解决这个隐患。你说说你这个倒霉的惹祸星，你嫁到我们家有什么用？才来几天，害得我儿子掉进水里，全身湿透好几次，还有我那乖孙也被你连累的中了毒。你等一下，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你确定要叫我惹祸精？行啊，既然担了这个虚名，我是不是得先在家里掀翻几张桌子助助兴？来，你来安排，今天谁先遭殃？要不就从你这把老骨头开始。你可千万别乱讲话，气到自己脑充血哦！你个不孝的毒妇！娘，你少说两句，大家都是一家人，何必闹得这么难看呢？这男人属实不错，不是那种愚孝的妈宝男。要是这家伙能长得好看那么一丢丢，没那块大黑斑，姑奶奶我就真从了他了。哼，真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我是管不了你们了，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不错哦，小伙子，挺护短的嘛。娘子过奖了。吃饭啦，看什么看？你这个好吃懒做的泼妇！好家伙，姑奶奶我不仅当了后娘，还是俩娃的后娘，买一送二啊！救命！干什么干什么？你懂不懂规矩？新进门的媳妇儿就得立规矩。这主桌上没你的位置，端着碗去灶台那边蹲着吃去。哟呵，给我立规矩！兜里没几个钢镚，就别搁这儿装什么钟鸣鼎食的大户人家。大家都是嫁进来的，谁比谁高贵？何必搁这儿为难女人？你要是再敢给我甩脸子，明天全家都别吃了。你干嘛？脑子里装的什么废料？我拉你进来是商量正事的，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哦，娘子要商量何事？行了，别磨叽了。你明天一早去镇上买2个大铁锅回来，在院子里架起来。买铁锅做甚？我教你提纯精盐。娘子，你真的会提纯精盐，而且只靠2个大铁锅？废话，不会我跟你在这儿吹什么牛，让你去你就去。明天下午我们还要去后山人湖那边打水。好，我都听娘子的。好了好了，快点回去睡觉吧，明天要干的体力活多着呢，别在这儿碍眼。娘子，我……难道真的是这张脸太丑了，才让他如此避之不及？呸！这个不知好歹的死胖丫头，我儿子都不嫌弃她胖得像头猪，她居然还敢嫌弃我儿子，真是气死我了！天然减脂提纯精盐的核心秘方，就算别人偷学了流程，没有这玩意儿，提出来的盐也是苦涩的个渣。你吃早饭没？干了一早上活，不知道自己找吃的，来，你自己搬一搬去。看什么呢？快搬啊！我还要干活呢。靠！这厮怎么偏偏咬我吃过的地方？他到底是真傻还是在这儿撩我？
吃完赶紧去后山盐湖挑水，马上开工。我说你这个不省心的败家娘们儿，一天到晚指挥我儿子干这干那，害得他连烧饼都不去做了。你这是想让我们一大家子跟着你喝西北风啊？我说你吵够了没有？你要是再敢多说一句废话，我保证你儿子明天也没空去卖饼，到时候你才是真的要喝西北风。哎呦，我的天爷啊！我真是命苦啊！这胖丫头是不是个狐狸精转世啊？把我那勤快孝顺的儿子迷得五迷三道的，我这日子没法过了。要哭，滚回你屋里哭去！别在这儿碍碍我的眼！再敢嚎一声，我天天把你儿子拴在家里干苦力，一文钱都不让他挣，活活饿死你！这么使唤一个残疾人，是不是有点不人道？算了，现在手底下也没别人，非常时期只能先压榨一下便宜一老公了。陈征，辛苦你再去多挑几担回来，这点水远远不够。好嘞，娘子稍等。大功告成，整整50斤精盐。喏，明天出摊儿，你把这精盐喝进你的烧饼面里。记住，要是有人问你为什么烧饼突然变好吃了，你就告诉人家，因为你已用了独家秘制的上等精盐。娘子，你这是想让为夫出去替你做个活招牌？聪明，一点就透。这家伙脑子转的是真快，绝对是个做生意的瘸才。只可惜了这张脸，实在不是我的菜。娘，你今天去衙门告我那好姑姑了吗？哼，还没有，你少跟我套近乎，也别得意。我明天一早去县衙击鼓，敢毒害我宝贝孙子，我跟他没完！我告诉你，就算你现在跪下来求我都没用。娘，太好了，娘，您明天可千万得早点去告。您要是半途而废，雷声大雨点小，我都瞧不起您。好你个没良心的臭丫头，你给我等着！老娘明天要是不让宋金枝把牢底坐穿，我就不姓王！原来娘子根本不在意那个吸血的姑姑，她这是在借刀杀人。娘，隔壁王婶花婶那天不是亲眼看见小豆仔吃了那食盒里的糕点才中毒的吗？您明天去衙门，记得把他们俩一起带上作证。果然还是我亲生儿子向着我，背着那胖丫头给我出主意呢。对，王氏和阿花那2张嘴最爱嚼舌根，死人都能给说活了。带上他们，就算没有的事儿，也能砸实了3分。娘，在公堂上，您只告宋金枝，千万别扯上娘子。若是连累了娘子名声，咱们顾家在村里也抬不起头。名声，等把那恶毒姑姑送进大牢，我就休了这倒霉的胖丫头。我儿子长得这么好看又聪明，什么神仙一样的女人找不到？知道了，真是儿大不由娘。那死胖丫头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原本以为这辈子只能随便找个人搭伙过日子，相敬如宾也就罢了，倒没成想，我这阴差阳错娶回来的娘子，不仅聪明绝顶，还越来越合我的心意了。